今天我想用一张图来说清楚一些很多人有迷惑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区分左派和右派。纳粹到底是极右还是极左？为什么世界上的总体的趋势是向左？为什么左派和右派会有共同的敌人？为什么右派更倾向于对纳粹搞绥靖主义？首先，左派和右派的区别是源于基本价值观的不同，所以他们往往很难说服彼此。而区分人类的价值观有着多种的维度，不同的人可能会使用不同的维度来区分左右。如果使用单一的维度，就经常会造成理解混乱。在这里，我们同时考虑两个最基本的维度，就能够把事情说清楚。先说第一个维度，那就是自由和平等这一对价值观。在自由和平等这一对价值观里，此消彼长，追求自由就需要牺牲一些平等，而追求平等就需要压制一些自由。这个平衡点应该设在哪里？左派和右派各有侧重，右派重自由，左派重平等。右派支持小政府的、自由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左派支持大政府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这是一个通常的划分左右的方法。另一个维度是平等和效率这一对价值观。在这个维度里面呢，左派还是重平等，显得很温情，提倡社会关怀，强调的是保护弱者的利益。而右派有点冷冰冰，右派认为优胜劣汰是自然规律，是常识，强者的利益应该得到维护。右派提倡自我奋斗，这一价值观如果走到极致，就是丛林法则、社会达尔文主义。左派就像是慈母，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不能得到别人公平的对待，而右派就像是严父，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孩子没有本事，不懂规矩。把这两个维度的价值观结合起来，就可以看到左派和右派实际上只占了4个象限中的2个象限。左派的核心价值观是平等，为了实现平等，左派可以牺牲掉很多个人的自由，也可以牺牲掉社会整体的经济运行的效率。而右派的核心价值观呢，包含了自由和效率2个要素。右派不重视平等，但是右派既重视个人自由，也重视为了实现效率而必须的规矩和秩序。右派往往需要在自由和效率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找平衡。除了左派和右派，另外2个象限就是无政府主义和纳粹式的极权主义。对于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呢，个人自由是第一价值观，社会平等和经济效率都不重要。而对于纳粹极权主义来说呢，社会经济的效率是第一价值观，为了社会经济效率，自由和平等都可以牺牲掉。纳粹德国的社会经济效率就是这样得到的。其实，在保守主义的右派眼里，主流的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和纳粹都是广泛意义上的左派，而且都是极端主义，头脑比较单一。在这个由自由、平等和效率这3个价值观组成的三角形里，3种左派各占一极。主流左派要极端平等，主张大政府、福利社会；无政府主义要极端的自由，纳粹要极端的效率。而右派不走极端，主张尊重现有的制度和规则，逐渐的改良。右派往往需要在自由和效率之间小心翼翼地寻找平衡。在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问题上，右派也是持一个中庸的态度。右派承认人性的弱点，但认为通过个人的努力和自由的竞争就可以实现社会整体向善。而左派要么认为人性本恶，所以热衷于斗争，要么认为人性本善，所以热衷于宽恕。左派往往急于求成，为了一个单一的高大上的价值观，没有底线，不惜破坏现有的制度和规则。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左派的眼里，主流的右派、无政府主义者和纳粹都是广泛意义上的右派。无政府主义者是自由主义的右派，主流的右派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右派，而纳粹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极右派。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左派为了团结大多数，往往把无政府主义者也看作是左派，同时为了打击和污名化右派，总是试图把右派和纳粹联系在一起，所以称纳粹为极右。由于主流的媒体呢多为左派所把持，所以纳粹是极右派的观念也成为主流的观念。那么为什么主流媒体多为左派所把持呢？这是由左派和右派的特质所决定的。左派的核心价值观是平等，这
这一观念天然的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和正义性，比较的高大上，能够占据道德制高点，所以很容易在社会上传播。而右派的核心价值观是在自由和效率之间找平衡，比较复杂，不够简明也不够亲民，一不小心就会被误解为自私自利，所以在媒体上往往比较吃亏。而且右派主张弱者要从自身找原因，主张个人自我奋斗，所以右派的性格一般偏内向。这两个原因导致大多数的右派是说得少做得多，有时候会形成沉默的大多数。而左派就不一样，左派的平等的理想一定要通过社会的改革或社会革命来实现，需要动员社会搞运动来帮助弱者，所以左派天然比较的外向，比较咋呼。此外，左派一般比较年轻激进，右派一般比较有阅历而内敛。左派的外向和右派的内向决定了主流的媒体必然是偏向左派的，但是社会人心的真正走向却未必如此。2016年川普的当选就说明了沉默的大多数的力量。左派对川普的攻击都集中在他的纳粹化倾向上，说他种族主义，说他反移民，而川普一贯强调法律和秩序，也确实是右派中比较偏向于极权主义的人。但是右派要想抵挡住左派的进攻，往往不得不依靠川普这样的人。右派由于推崇个人自由和保守主义，所以有一定的天生的软弱性。和右派相比，左派往往愿意为理想而献身，所以右派的战斗性往往不如左派。这就解释了在二战初期为什么英美的右派更倾向于对纳粹搞绥靖主义，而英国要靠有种族主义倾向的丘吉尔，还要团结大左派苏联才能最终打败纳粹。右派反纳粹是因为纳粹侵害了自由，左派反纳粹是因为纳粹侵害了平等。左派是为理想而战，右派是为自身的利益而战。中国的传统文化本来就是极力的推崇效率，只求发展，而忽视自由和平等的价值，所以华人大多对川普有天然的亲近感。但是中国如果纳粹化，就会成为左派和右派共同的敌人。